嗯，智慧跟慈悲有什么关系啊？慈悲跟智慧有什么关系？这听起来就有点像佛教的用语这样。就佛教就讲求慈悲跟智慧这样，那就会好像听起来就蛮佛教的这样。那其实这两个的确是有很深的关系。那我们就不是在用宗教的语言在诠释这些事情。上一集我们有提过说智慧到底是什么，就是穿透生命的本质，然后回归到生命的原始的存在。你能体会的越深，就越有智慧。那讲到这个跟慈悲到底有什么关系？简单的说，慈跟悲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。我们都会把慈悲混为一谈，这样。其实慈就是慈，悲就是悲。哦，是哦。慈的真正意义就是慈的意思就是没有条件。我们常听说爱呀什么我好爱你但是当你不爱我的时候，我就不爱你了。那这个就是条件。比如说有一个人很有钱，然后这时候有人爱他，当他没有钱的时候就不爱他了。好现实哦。这个就是一个条件。那还有就当年轻漂亮的时候爱那到你不年轻不漂亮的时候就没有爱，那这也是一种条件。或是你是我小孩，所以我爱你。那不是我小孩，我怎么会爱他？对就路边有一个小孩，那我生的那又不是我生的。对这就是一种条件。不是我生的，在路边然后在卖花，也不会花个10块跟他买一下，因为不干我的事又不是我的小孩。所以在这种条件下爱就会变成，其实它都只是一些条件，不是真正的爱。你或许会看到一只小狗，然后哇，这小狗好可爱好爱它，因为它是我的狗。当你看到别人的狗吵死了，踹它2脚，那就不是真的爱，那就有條件了。是我的，所以我爱它；那不是我的，我就不愛它。那这个就談到慈悲的慈，就是其實慈的意思就是你以慈為出發點，你真正去表達你的愛的時候，那個愛其實是沒有條件的，它不會有對象條件的分別，你很自然，只是你從內在流露出你的愛，然後對天地萬物去表達你內在滿出來的那個愛，這個就是慈。這個不是因某個條件，然後你去索取之後又給予，這只是一種交換。就是當某個人或者某件事，當小狗是可愛的，那它給予了你可愛的感覺，那所以你給它愛，所以這其實是一種交換。它給你可愛的感覺，所以你給它吃好吃的，那這還是一種交換，它不是真正的愛。就是真正愛其實是一種滿出來的給予，自然的分享。它並不是因為某種條件才能成立的，那個就不是真的愛，那所以那個就不是我們所說的慈。那這個跟智慧到底有什麼關係？因為當你沒有使用信念框架去框死一件事的時候，那個條件其實是不需要的。當這個條件不需要的時候，你自然就可以從內在有一些東西是滿出來的，去給予去分享。那所以你能夠跳出來玩家的這種角度的時候，你很自然，你就不會被條件的框架鎖死在那裡，那你很自然就可以沒有條件去分享，那這時候就有了慈。那剛剛講了慈，那我們來講講悲是什麼？悲不是那個很悲傷，不是那個悲，也不是那種茶杯，不是悲。悲的意思是說，你看我們悲字怎麼寫？一個非，一個心。心是什麼？心它不是我們真正本心那個心，心是一個分別心。所以什麼叫分別心？就是我們會去分別說你的、我的他的，這產生了這種分別心，分別出對的、錯的、你的、我的。那有這種分別了之後，然後基於這個分別而去產生對待，跟我們剛剛講的慈其實有點關係。慈的意思是說沒有條件。那悲的意思是說沒有分別心，沒有分別，也就是說是不是以一個個體對個體的方式，而是以一個整體的方式來表達。那這個就是說，一個是沒有條件，一個是說沒有分別，它是一個整體。那所以比如說我看到一隻小狗，那我為什麼愛它？是因為我覺得它就是我，我就是它，沒有分別，我愛它就是跟我愛我自己一樣。那這個就是悲。那所以一個沒有條件，然後一個沒有分別而產生的這種愛，就是慈悲。
那这跟智慧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它的关系就是，当我处在玩家的时候，所有现象是一个整体，所以我会从一个整体去分享、去表达、去爱。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没有分别。那也不会卡在一些信念所形成的框架，所以没有条件。那所以当你站在一个玩家的角度去看待现象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一个整体。那这时候这个整体你去给予爱、去分享的时候，它就是真正的慈悲。所以智慧你必须要有了超越这个整个世界、整个游戏的这种智慧，你才会真正能够产生这种整个是一体的爱。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密不可分，你要有智慧，你才能慈悲，而不是有条件的。一般人讲的慈悲，其实都是有条件的，都不是真正的慈悲。那慈悲跟善良又有什么差别？善良一定有对象，一定会有分别嘛。那善良就有不善良，有恶。如果当一件事情我是善良的，你如果去给自己一个定位是善良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给自己一种角色定位，就是你觉得我是善良的所以我要怎样怎样。那当你去这样想的时候，其实那也不是真正的善良，那只是一个给予自己一些定位，然后去做角色扮演，就是你有这些定位之后，然后你去做这个角色扮演，然后我是一个好人我很善良。那其实善良跟恶如何去定义，有时候很难去定义的那么清楚。但是是从出发点是基于爱或者基于欲望，这个就会很明显。爱是一种没有任何条件的分享，那基于欲望，它就会一定有交换。这样，你有时候你善良的说我捐了500万，然后去救什么孩童，我获得了一个今年度最佳好人奖真荣幸。这不就是一种交换吗？这是善良吗？其实这不是善良，这只是你换取名声的一种方式，所以其实那不是善良。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在看我我来扶这个老人过马路，当没有人看的时候假装没看到这样。这常常其实在人类社会会有这些虚假的善良，就不是真正的你想要分享那个爱，而是你在扮演某种角色，只是这样子。那刚刚那是假善良嘛？那有没有假慈悲？当然会有啊。就假的慈悲就是我去做一些事让对方感觉我很慈悲，然后要对方来感激我，然后会有一些期望，有了这些感激之后我有什么作用？那这样就是一种假慈悲，其实也是一种交换而已。这只要是基于欲望而不是分享的，它本身其实就不是一种真正的善良，也不是真正的慈悲。所以慈悲其实是建立在以智慧为基础，才能够有真正的慈悲，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。也因为你没有条件去分享，你就体会到一体感，你就很容易以玩家的视角来看待一切。所以慈悲也会带动智慧，智慧也会带来慈悲，就变成一个很棒的循环。它是一体的两个面向，而不是不同的东西。就是你有这个，你就容易呈现出这个，就跟10块钱铜板的两面是一样的。它们是一个整体，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，其实它们就是一个东西。可是像有智慧，智慧不就是贯穿生命？那怎么当发现一切不过是个游戏，然后像有一些灵魂他就自己回家了嘛，那他就没有慈悲啦，就没有什么渡人，没有慈悲啦。慈悲又有我想要渡人，我要渡人，然后也不求回报。不是。当你觉得你在渡人的时候，有一个对象存在的时候，你怎么会有一个整体的爱呢？那不就我在给予，我在给他，我在渡他，我在帮他，然后有一个他然后是我在给他。当有这个我跟他的时候，其实它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慈悲啊。我们刚刚讲的是你其实是活在一个整体感里面，你不会有对象，你不会有一个对象，我在渡他，我好想帮他。当你去有很多这种想法的时候我要帮所有的人，我要帮助世界，我要帮助所有人。你真正这样去想的时候，其实你还没体会到那个最深的慈悲。对呀。所以佛陀他没有想说我要渡人，没有，他是那他是怎样？它本身存在已经是一个整体，然后当它回归整体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圆满的。它内在的那种圆满，让它能够无时无刻散发着爱。然后当天地万物在它眼前运作的时候，它都保持着这个爱而
放射出去，他就只是很自然着爱这样而已，他没有一个对象，他不是说我爱着阿难尊者，我爱着谁，不是阿难尊者在他面前，他就是散发着爱，那谁在他面前，他就散发着爱，他没有一个对象的。当他有对象的时候啊，你是我的大弟子，所以我爱你多一点啊，你不是，我就爱你少一点。所以在他没有这种分别，他就只是不断的散发着他的爱。那不会在佛陀旁边的人就会感觉被度了吗？会感觉一种圆满，一种有爱的感觉。就是对啊，感觉圆满有爱这样。对啊，很自然就会感觉到那份圆满跟爱。哦，那是因为他就处在那个样的状态。没错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啊，如何帮世界，其实我们怎么样帮世界是最好的，就是自己保持在最好的状态，那自然就能够感染世界。可是但是对啊，保持在圆满的状态就能感染世界，但是例如说高频600-700频率不是比较难度100-200嘛？那100-200可能要300-400频率的人比较容易度100-200的，更容易。所谓的度，这种度其实只是在语言上给予引导，这种叫做度。那种无形的转化就不是语言能够达到的。除了语言之外，我们还有能量，还有氛围。有一些东西是不是用肉眼，不是用语言去表达的？就是你可能到了一个地方，就感觉哇，好舒服，好安详。那他其实就在度你，就不是用语言说啊，我告诉你其实怎么样，然后你感觉到哦很棒，你什么都不讲，你可能就觉得啊很美满很棒，那其实就是度了，就是不一定是要用讲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转化，就转化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陪伴，不见得是讲了3个小时的话给你听，然后那个叫做度，帮了你。那如果当它真的存在在某种状态的时候，其实那种陪伴本身就是一种转化。我觉得我们参序会不会有那种氛围？参序有啊，有这样的氛围。对啊，就是在当场就感觉啊，好棒哦，频率好棒哦。对啊，因为整个大家都处在一种很棒的状态，这个能量就会对啊相辅相成而形成一个很棒的场。无需言语，不需要讲一大堆，每个人都在那边讲，不用啊，就感受那个氛围，就觉得对啊，好宁静，好有爱，好棒哦。其实有时候观众看我们的影片也说，为什么会感觉到很宁静？那本身就是一种氛围。是频率处在700以上才是真正的散发圆满的。每一个频率它都会散发那个频率的一种氛围，所以你在愤怒的频率，其实旁边的人也会觉得焦躁不安，就是你会感觉得到那个氛围。所以其实能量的相互作用其实是马上感觉出来，就你到一个地方或者见一个人，你马上可以感觉到那个氛围。我们只是忽略这一点而已，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，不是要有什么超能力然后才能感觉到能量的氛围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啊，就你只要感觉一下跟刚刚的不同就可以。你面对这个人之前跟面对这个人的时候的不同，其实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，你就可以马上感觉到有一个氛围的差异。所以这个不需要什么特异功能，每个人都可以。其实这个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，只是我们忽视它。如果佛陀，他来到现代，那假设他平常频率都处在700以上，一定会有人觉得他可能是邪教或神棍，对不对？会攻击他，就可能拍影片就会被按刀斩的。频率是这样，就是当我们在拍影片，然后什么都不说的时候，没有人会觉得什么神棍啊什么，因为我们一句话都没说。那这时候，比如说我处在700，处在800，假设这样，那一个频率100的人看到我不说话在这里的时候，其实他不会有反抗，他也不会有反弹，他反而觉得有一种舒服的感觉，他会被带起来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必须用言语去传达一些讯息，但是这些讯息跟他内在的信念是相抗的，这时候他就会反抗，就或者是另外一种状况是，他的小我非常坚固，你要去瓦解他的时候，他的小我就会反抗，这时候他就会打架，就会有另外一个负面信念说啊，鬼扯，我在扯什么东西，这一定骗人的，是神棍，误导大众，就会有反抗的声音出来。那其实是我传达的声音跟他内在的信念是有抵抗的，而且频率低的时候更容易有这种现象。就是他为什么会频率低，就是因为他有一些信念让他卡在比较低频的状态，他那些信念一定会跟比较高的频率的信念是不同的。如果一样，他当然就
频率会变高，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。那至于为什么频率会低，就是有某一些信念其实是迫使它把它框在那个频率较低的范围。那些框住它的信念跟比较高频的信念，其实绝对是不吻合的。那这时候你跟他讲比较高频的信念的时候，他那种不好的信念、有局限的信念就会来抵抗这个信念，他就会反驳，然后会抗拒。那这时候他就反而可能会不看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对啊。所以其实有时候不讲话是最好的，但是不讲话有的时候又无法完全表达某一些讯息。某些讯息还是要靠语言去引导。那这样佛陀就不讲话，隔49年就好啦，干嘛讲话？不过他最后还是补充了，他说49年，其实我讲了49年没有讲半个字。他有补充了这个，其实语言的本身其实是贫乏的，就是并不能传达他所真正要表达。指着手指的月亮始终没办法代表月亮。指着月亮。为什么要转弯？这样也可以指啊。对，也可以。不一定要这样，也可以这样指。那佛陀在讲话的过程中，应该也有很多人就是离席吧，就新的进来啊，又旧的又出去，又新的又进来。有啊，看过《法华经》的朋友一定就看过一个故事，就他在讲这部经的时候，马上啪5000人就跑了。他讲什么？到底讲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多人就离开了？这个就到时候如果有讲到这部经的内容，到时候再来谈。好啊，到时候再来分享好了。好，今天就是讲了智慧跟慈悲，慈悲跟善良。好，这集就结束了，拜拜。拜拜。